大家好，这是上部影片没有拍摄到的豇豆了。此处先暂时清出一条便道，则是外面灌溉河道没水时，可方便婶婶下来取水啊。今年的水菜很有诚意的改种植在这个位置，更方便隔壁婶婶需要时可以摘采。一直还没有认真种植夏季的叶菜类啊，则是因为冬天的菜呢还没有采收完，眼前这也是即将完成完整生长记录的洋葱。而片头说的水菜，就是地瓜叶、空心菜与苋菜。在种植之前，需要花一点时间将一旁的水位拉高，因此就先来插播接稻的任务了。水中的大瓶当初的用意不是造景，主要是希望可以挡住日照，压抑青苔的生成。虽然真的压抑了青苔的生长，但是大瓶繁殖的速度也非常快。后来的实作观察发现呢，摆在土壤上脱水干燥的速度可以很快。这含有高植物蛋白的大瓶还很深受蚯蚓喜爱啊。覆盖在土壤上，除了遮阳降温，也有降低长草的效果。经过覆盖的地面还会变得疏松，而且留下很厚的银分。捞完一桶大瓶后，顺道带一带另一处采收完的洋葱去啊。反正礼多人不怪，只是今天天气转凉，得把握时间，快闪回来继续把水菜种植好。而这个出外景的目的是要解决水池容易长青苔的问题。当然也有遮阳降温、避免优氧化的好处了。而后来才知道呢，这水池在2天前有进行清淤，还换了水了。也难怪当初看到了前院蓄水池，水非常清澈。在知道原因后，就提起也想摆放大瓶的想法。而此处一旁就有种植果树了，大瓶繁殖很快的问题，捞起摆放角落，可以轻松解决之外，还有增加氮肥的效果。摆放完毕后，就静待几天水质净化后的效果。最后捞了几条鱼回去放养了。而这蓄水池因为有自动换水的效果，因此就算没有摆放大瓶，也没生长青苔。水质浑浊的原因是隔壁的黑狗们呢，都会下去玩水啊。而要在这蓄水池里放鱼饲料，感觉也很奇怪，就摆放一点大瓶，降低水温，也可以当作食物啦。不过制作活水不断排水处呢，得再加上护网，避免捞来的鱼呢顺流游到下方稻田里。不到1个小时的虹吸自动进水，水位有略微上升啊。在开始种植之前，在溪地中间先挖出一条沟槽，这是要提供浇水的便利性。毕竟天气会越来越热啊，就算水池就在旁边，越省事越好啊。地瓜叶、空心菜都是嗜水的作物啊，而这条沟槽可以提供慢淹浇透水的方式。现在进行扦插的地瓜叶，在扦插时可以一次插下2-3根啊。地瓜叶的生长野性很强，扦插时不需要先水培长根，只要几天就会长根了。扦插前期若是扦插在不保水的沙质土壤，只需要尽可能保湿个3-4天，一样很快就可以长根。扦插过程不用想太多啦，
就当作已经长根，只是在移植就好。这样简单做个浇水就已经很足够了。而因为地瓜叶生长的速度很快，若是空间小，采用立式让它攀爬也可以。也因为生长很快，因此家庭种植面积不需要太大。另外，现在天气很诡异啊，天气忽冷忽热，去年甚至到11月还有台风，难保今年台风不会突袭式提早到来，因此种一点地瓜叶、空心菜当作备用菜，也是不错的后路安排。接着在一旁要进行撒种的是空心菜。夏天的叶菜类种植选择性不多啊，但是水菜的特性却比较少有虫害，也容易种植。因此种植的影片就将重点摆在省事上的规划。毕竟在天气热的夏天呢，轻松省事更重要啊。而因为棚架遮阳的作物布局的比较晚，目前还在等待爬满棚架，因此就优先从环绕水池旁边整地边种植。现在这位置则是刚采收完蒜头，空心菜要使用扦插或是水培也都可以啦，只是这里的水位上上下下，要用水耕得多一点设置啊。而空心菜家庭种植通常是采用反复割取采收的方式，而若是想要有市售带根的口感，就得种植密一点，甚至还盖上网子。采收时得连根拔起啊，采用割取的方式，茎可以越长越粗，分量会比较足。而若是嫌播种时浇透水过程太麻烦呢，空心菜的种子比较大颗，可以事先进行浸泡，经过浸泡后再撒种，发芽的速度可以更快一些啦。不过现在是利用沉水马达进行抽水蔓延，就顺其自然，省事就好。特别需要介绍的应该是这沉水马达，因为拉延长线有点距离，要收纳延长线很花时间。因此，沉水马达的电力是使用直流电的机车电瓶，透过事前充电，抽取的水量还算不小。目前看到出水没有很强，是因为快没电了啦。由于电力多寡会影响出水的强度，浇水的顺序就可以进行安排。比较耐冲刷的场域，先进行浇水。因为搭配省事省力的浇水方式呢，也是很多溪地上中间都留有一条浅沟的原因。在进行自动慢慢浇灌的过程，另一侧也已经撒好了苋菜种子，都是天气热生长很快的叶菜类啊。而适水的作物就多注意水分的提供，就可以长得很好。以上是3种台风备用菜种植分享，谢谢收看。